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aren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这一集我要分享的是防晒素颜霜的续集。上一集我分享的防晒素颜霜是偏向有遮瑕度的，今天这一集的防晒素颜霜分享会偏向提亮型，比较自然的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遮瑕度。那如果你只是想要找一款防晒霜的话，我们下一集会讲到防晒部分哦。那么下一集的防晒种类会比较多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记得订阅我咯。那我们赶快开始咯。好，因为今天的防晒素颜霜呢，其实是没有什么遮瑕度，没有什么颜色的，所以呢，也不需要戴口罩去实测了，就当作是一般的防晒霜去使用就好了。首先，第一个分享的产品是 Dior 的 Anti-Pollution Sun Cream。那这款素颜霜的类溶物的颜色呢，是有一点点偏粉色的，质地是属于非常好推开的乳液状，使用起来的保湿度非常好，很容易就可以涂均匀。我觉得它提亮的效果其实还蛮好的，而且我觉得是蛮自然的，不会过于夸张，用起来的肤感蛮适中的，不会过于厚重，但是也没有到很轻薄，就跟一般擦防晒的感觉差不多。这种防晒素颜霜呢，它是有 SPF 50度加再 PA 4个加的，使用起来是蛮温和的，是属于敏感肌可以使用。干涂抹的时候比较湿润的，但是随着时间被皮肤吸收之后呢，稍微会收干一点点，但是它的保湿度还是非常好的。我觉得这一款干性肌肤绝对可以使用，油性肌肤使用的话，前面呢保养最好是以轻薄清透为主。基本上这款素颜霜算是所有肌肤都可以使用的。我觉得这款素颜霜刚开始涂抹的时候会比较白一点，但是到后面呢就慢慢融合皮肤的颜色了，稍微会变回比较正常一点，提亮效果还是偏向自然的。这款素颜霜呢是没有添加香精酒精的，但是有添加一些精油的成分，闻起来是有点草本的精油香气。它里面有添加积雪草提取物，还有鱼腥草的提取物，另外还添加了金盏花的提取物，所以这款防晒素颜霜呢还是有一点舒缓的效果的。只是我觉得它的精油部分呢添加比较多一点，所以呢如果你皮肤比较敏感的朋友们，可能敏感中的时候呢就尽量不要使用了，因为之前也提过，有一些敏感肌对精油是比较容易过敏的。如果你使用精油是不会有过敏的问题，还是可以去使用。那我的皮肤状况是敏感肌混油皮嘛，我用它觉得是蛮舒适的，只是敏感中我也是不会用它，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了。接下来要分享的是 Dior 的 Moisture Repair Sun Cream。这款防晒素颜霜跟这一款非常相似，有时候会有点混乱。其实它们的使用感受蛮相似。那我手上这一款呢，它的类溶物颜色是有点偏绿的，质地呢是乳液，稍微会比前一款的素颜霜再水润一点点。它的流动性会比前一款的素颜霜再明显一些。使用感受我觉得都是非常的水润，有水分感，非常保湿。但是这款呢，我感觉涂抹起来会比较轻薄一点点，它的润色效果也是很不错，都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提亮的效果。因为它有一点点偏绿色，所以还是有一点点修饰到泛红的部分，但是效果就还好。我觉得它还是偏向提亮型比较多，涂抹起来是有一个清凉的感觉，非常的舒服。整体的效果我觉得跟前一款的素颜霜是差不多的，但是我感觉使用这一款素颜霜时间久了，就感觉油分有变多就是每次使用完过了好几个小时之后，脸部出油部分会比较明显。这个有一点奇怪，因为它的质地会比较轻薄，又有一点凉感。可是呢，我觉得粉色这一款呢，对我来说会比较舒适，它不会让我的油分增加，它也不会控油，两款都没有控油的效果。这款防晒素颜霜呢，也是有 SPF 50度加 PA 4个加的，它的成分是没有香精酒精添加的，但是呢有精油添加的部分。我觉得它的香味呢是迷迭香的香气，成分里面也是添加多种的植物萃取，比较多的是保湿的植物萃取成分。成分上面它的精油部分只有添加迷迭香精油，其他都是一些植物萃取还有保湿成分。我觉得它里面添加的保养成分会比这款多一些。我会把今天这一集的防晒素颜霜的全成分放到我的资讯栏，或者是放到我的留言上面，
大家可以仔细去看看，成分都是根据产品的盒子上面去翻译的。我觉得这种防晒霜比较适合中性到干性肌肤使用，如果是比较容易出油的皮肤，我觉得就没有很适合了。如果你喜欢它这个肤感的话，可以使用粉色这一款。这一款我觉得它出油量没有那么明显，不过也有可能每个人使用的感觉都不一样，因为它们两个肤感使用感受都蛮相似的，不会差太多，所以大家就参考一下就好了。接下来要分享的产品是 Mediheal 的防晒素颜霜。这款防晒素颜霜呢，它挤出来的颜色也是有一点点偏粉的，看起来就跟这一款 Dirty 的很像。它的内容物呢是偏乳液状的，我觉得它的流动性跟质地就跟上一款的绿色款的 Dirty 的素颜霜很类似。它的肤感也是非常水润，非常好推开的。提亮效果我觉得没有前面那两款明显，是属于比较自然的，而且过一阵子呢，它就很明显的融入我的肤色。看起来比较自然，所以它的提亮效果，我觉得它是属于自然又再微弱一点点的。但是我非常喜欢它的肤感，我觉得跟 Dirty 比较起来更加的清爽，更加的舒适。涂抹完之后被皮肤吸收，它就完全不会有黏腻感了。它本身也是有 SPF 50度加 PA4+的防晒系数，成分里面也是没有添加香精酒精的，有添加精油的部分，闻起来是有一点点茶树精油的味道，也是添加了多种的植物萃取，也是有一些舒缓的植物配方成分的。可是呢，它有添加2种的 PEG 成分。PEG 之前有讲过，如果你是敏感肌的话，就尽量避开 PEG， 因为这个成分呢比较容易造成我们皮肤不稳定的。如果你是健康皮肤的话，这个成分是没有关系的，因为大部分的化妆品跟护肤品都会添加 PEG 这成分，尤其是专柜产品也会很常看到这个成分。它后面是有一个数字的，反正呢都是同一类的成分。但是我个人使用它是蛮舒适，是没有刺激，甚至使用起来觉得比 Dirty 这2款都还要舒服。可是在我已经敏感中了，皮肤已经在不稳定的状态下，我用这款防晒素颜霜的确是有造成我皮肤更加的不稳定，所以对我来说 PEG 这个成分的确是有影响到我的皮肤状况。它涂抹时候是不会有问题，不会有刺激感，是涂抹完之后你会发现皮肤会多了一些凹凸，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敏感状况，不是很稳定。可能一般人不会察觉到这是过敏的现象，因为它不会严重到非常的红、非常的肿，它只是让我的皮肤比较不稳定、比较不平滑。基本上之后不使用它，再用一些比较舒缓的保养品就会平复了。那这个就是我的皮肤经验，希望可以帮助大家。如果你跟我一样皮肤也是比较容易不稳定的，我也是建议就要尽量少用一些 PEG 的成分了。当然香精酒精一定要避免的，精油的话也是看你的肤况去使用。接下来要分享的是 Avèle 的防晒素颜霜。这种防晒素颜霜它也是有 SPF 50度加 PA4+的，它的质地就跟刚刚的 Mediheal 的很相似，比较水润的，有一点点流动性，颜色是有点偏粉肤色的。我觉得它素颜效果跟 Mediheal 的差不多，也是属于比较自然的，而且如果你擦的量比较少的话，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提亮的效果，非常的微弱。妆前使用它，如果使用量比较多的话，后面的化妆就比较容易搓泥。可是如果你用量比较少一点，正常一点的，它就不会有搓泥的问题。用完之后，整张脸是比较有光泽感，比较亮的。比起提亮效果，我更觉得它的光泽感会更明显。不过它使用起来是蛮舒适，没有刺激感，也没有任何的香味。它是有一点点防晒的味道啦，但是也不影响，因为涂抹开之后就不会很明显。这种防晒霜的提亮效果也是会随着时间变得比较自然，而且它是纯素配方，成分是对海洋生态友好。它里面是有添加一些舒缓的成分的，比如说 B5、神经酰胺 MP、炉甘石，还有透明质酸等等的保湿成分。我觉得它使用感受是还蛮不错，但是如果作为素颜霜来说，我觉得它效果并没有很好。可是把它当成是一般的防晒霜，我觉得很可以。这款防晒素颜霜大家还是可以考虑看看的。它的质地是所有肌肤都适合使用的，但是如果是油性肌肤的话，前面的保湿就不要做太多了，因为这一款蛮滋润的，而且它有一点亮亮的光泽感。如果你不喜欢这种光泽感，就可能不太适合咯。接下来要分享的是 Kinonex 的防晒素颜霜。
它的质地是有流动性的乳液状，颜色是属于有点偏肤色的。我觉得它的质地是非常好推开，是蛮保湿的。但是呢，它有一层油油的感觉，有一点像擦防晒的感觉。我觉得它跟 Clio 的纯素的 Primer 有一点相似。就是上一集有提过的，就有一点点粉粉细鳞的感觉，用起来我没有很喜欢这种感觉，不过它是非常保湿，也很好推开。它的素颜效果比我想象中还要清淡，几乎是没有什么提亮的效果，感觉就像擦一般的防晒而已。我觉得它的质地是蛮适合妆前使用的，当做是打底。可是我最不喜欢是它有香味，它是有香精添加的，它的成分里面是没有酒精跟精油添加，但是这个香精呢，我觉得蛮有存在感的。可是也没有到很浓郁，但是这个味道呢，你会很明显闻得到。它的成分也是有添加一些植物的萃取，有一些保湿的成分。可是因为有香精添加的关系，所以我没有很喜欢。而且因为我是敏感肌，皮肤也很常容易不稳定，用它也会更刺激我的皮肤敏感状况。所以这款防晒，我觉得如果是敏感肌，我就建议就不要使用它了。但是如果你的皮肤对香精不会过敏，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般防晒使用，其实也还不错的。最后一款的防晒素颜霜分享是 Innisfree 的 Cica 防晒素颜霜。这款防晒素颜霜呢，之前有分享过，它是今年才推出，然后它的防晒系数也是有 SPF 50度加 PA 4个加的，是一款纯物理性的防晒素颜霜。它的质地也是属于乳液状，非常好推开，颜色是有点偏绿色的，涂抹的时候也是很舒适，没有任何的刺激感。我觉得它的提亮效果非常明显，如果你本身肤色偏深的话，用这款素颜霜可能就不适合了。它是有一点点平滑毛孔提亮皮肤的效果，而且我觉得它还有一些舒缓的效果。每一次皮肤不稳定的时候用它都会感觉比较舒适，有让我的皮肤比较舒缓下来。我非常喜欢它的质地，感觉像涂保养品一样，然后它是没有任何的香味的，是有一点点防晒的味道，成分里面也是没有添加香精、酒精跟精油，非常的温和。而且它还添加了5种的积雪草配方和 B5 的成分，整体的成分跟使用的感受都非常好。它是我皮肤敏感的时候一定会使用的一款防晒霜，因为我自己是敏感性混油皮，我使用它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呢，皮肤稍微出了一些油，出油情况比较多的部分就会有点影响，这个素颜亮白的效果就变得有点不均匀，有的已经消失了，有部分的防晒霜会浮上来。所以这款防晒霜呢，就看你的要求，如果你不介意这个情况的话，基本上是所有肌肤都可以使用。我个人是觉得比较冷天的时候，它是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的。其实我觉得这种防晒是所有肌肤都适合使用了，但是它的提亮效果会因为你的油分而影响到的，所以这一点大家可以参考了。如果你皮肤是属于非常容易敏感的朋友们，这一款防晒素颜霜绝对可以入手看看哦。好，今天的总结就是，我个人是最喜欢这一款防晒素颜霜了。不是因为它的素颜霜效果好，是因为它涂起来会让我皮肤更加的舒缓。我是觉得它的整体的功能性跟成分配方都是非常推荐的，是我最喜欢的一款。它是我今天分享到最温和的一款。另外就是这一款 Avène 的防晒素颜霜，它的成分也是非常好的，比较适合敏感肌肤，没有刺激感，但是它提亮效果呢就比较自然一点点。然后这2款的 Dirty 的防晒素颜霜呢，应该是大部分人都会喜欢的，它的整体功能性效果都是非常好，很不错的。其实大部分的敏感肌都可以使用啦，就看你的状况吧，也可以把它当成妆前使用。好，那今天这一集的产品就分享完哦。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，请记得帮我按赞，还有别忘记分享、订阅、按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